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精彩继续。下面1v1的这2位都是大家的熟面孔，马上要进行 PK 的是步惊云和张俊。经理人想要一句话跟观众朋友介绍你自己，你会用什么样的话呢？大家好，我是无所谓的步惊云。哎呀，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往年每一年比赛都非常在乎这个比赛的成绩，我慢慢就觉得我不需要向别人去证明自己。第3组无所谓啊，不姐。哎，其实刚才一推进来我就看见我笑死了，笑死谁啊？有请我笑死是哪个老师的？非常莫名其妙。但我真的啊，我在抽那个标签的心里的前一秒，心想只要不是张俊，跟谁打都行。我以为你知道那是我，咋可能？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但我当时心里想完那一刻之后，我抽完之后，我没看见他走过来，我听见大家在起哄，我说不会是张俊吧？我就看见张俊往过走，我以为开玩笑，结果他真一直往我这边走。我说俊，结婚吧。真不是剧本，我现在相信很多综艺都不是剧本。有啊，你看第3年背景音乐起了。4年前第一次打，第一次脱4嘛，我选的张俊嘛。抢麦环节究竟有谁会挑战步惊云？当时说我要选个帅哥，然后选的张俊，我就挑个帅的吧啊，那个张俊。好，第2年张俊选了我。抢麦环节，他说张俊要求，然后我就有一种负，然后我就行，然后选步惊云，然后就1比1平。1比1平。这次是第3次交手。哎，对。我觉得只要你活得足够长，生命总是有些重复的。就好看，就应该整这种。步惊云抽中张俊那一刻，你看张俊刚上来的那种，就是那种无奈，也很好笑，都有点楚楚可怜了。说实话，有点。刚刚还在那聊，他说他们2个后台挺尴尬。请展开说一下，像那种不相爱但是要结婚的人在拍结婚照一样。我 crush。今天出场的大家太熟悉他了，又是妻子，又是妈妈，又是演员，啊，同时还是一个俱乐部的老板，事业家庭尽在掌控中。让我们来欢迎掌控一切的步惊云。走。好了，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步惊云。谢谢大家啊，因为我在西安的俱乐部已经开业2年了，但我到现在还是很难说出我是老板这句话，很羞耻。我总觉得老板就不是啥好词儿，尤其在这个舞台上，脱口秀演员最爱骂的就是老板，所以山河赵月骂老板的段子我都给删了。有一次，有一个甲方来我们剧场看场地，完了之后我就很自然的上去，我说你好，我是咱喜欢脱口秀的负责人。负责人这3个字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觉得这么叫也挺踏实的。结果对方说哦，那你负责去把老板叫过来吧。但老板这个词儿在喜剧圈已经脏了，改叫主理人了。有一天我姥爷在家就看到一个关于我的视频，就听到了，很激动，问我说：“哎，我刚听到你都主什么？你主任了？哎呦，主任可不好当呢。”我当时觉得我姥爷是在开玩笑，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剧场有演员给我送了一条金项链。真的，主任不好当，太容易被腐蚀了，挺尴尬的。我说呀，这太贵重了吧？他特别真诚说呀，布姐，你过年给我发了这么多，我必须给你送个礼物。我都觉得，他就越说越激动，眼眶都红了。他这一哭，把我良知都哭醒了。我都没想到，我都当老板了还有良知。我说呀，不了，他说你拿着，在那来回推脱，最后逼得我实话都出来了。我说哎呀，我挣的比你多得多。
真心最扎心了，感觉我说完他都想把礼物拿回去了，但我已经收下了。回到家打开那个盒子，心情很复杂，那个项链太漂亮，不自觉的就戴上了。关键是我也不好意思拿到剧场，你当人家面戴，只能在家悄悄戴。对着镜子默默欣赏的时候，觉得自己更像个贪官了。突然想到有个贪官说过，说谁送的什么不记得，但谁没送他一清二楚。这么想，我也不是贪官，因为谁送的啥和谁没送我都记得。赶紧劝住我说，咋能这么想，以后不能再收礼了，每天回家待一会儿警示自己吧。这是第一条，也是最后一条。我们剧场总共就3个人干活，就这有时候意见还不统一呢。我说那咱公平点，大家投票吧。结果一个赞成，一个反对，一个要去上厕所。有时候也很难处理大家之间的矛盾。有一次我2个同事起冲突，一个在朋友圈指桑骂槐，另一个瞬间就炸了。我当时就想，你俩别影响我今天的演出。我想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我跟那些老板也没啥区别，因为员工受委屈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在乎的不是他们的情绪，而是别影响我挣钱呀。两人在后台你一句我一句，眼看吵起来了。我吼了一声我至今不能相信的话，我说好了，以后都不许再发朋友圈。好没逻辑，好神经，好像老板说的话呀，但说出去也收不回了。终于明白为什么老板都爱发火了，4个字：无能狂怒。我以前刚上班的时候，有一个男领导半夜给我发微信，说让我发一张照片给他。我当时想着要证件照嘛，我说你要红色蓝色，结果是黄色。我后来才知道他经常骚扰女下属，真的很恶心。从此以后我工作中特别长心眼了，我就在职场里就非常防着男领导了。但前段时间我们俱乐部演出完了去聚餐，我们剧场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我那天就跟大家一起开了很多很开心的玩笑。我现在回想，可能就我这么觉得，因为老板都觉得团建很开心呀。我半夜回到家，突然想到有个事还挺着急的，我就给那个男孩发微信，我说你睡了吗？对方一直显示正在输入中，但我啥都没收到。我第2天就问，人家直接就说了不姐，我昨天以为你喝多了，我有点害怕。我赶紧上去解释，我说你怕什么？解释把你当弟弟。说完以后，感觉他更害怕，但他的回答一下让我觉得，其实职场性骚扰是不分男女的，老板就应该谨言慎行啊。平时嘴上说什么哎呀别把我当老板，但在对方眼里，你只要是个上位者，你开过分的玩笑，那就叫骚扰啊。可能也只有女老板会反思自己这一点吧。但这2年我被问的一个最多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哇，好老的问题啊！老到我想冲上去掐住他的脖子说好老的问题。这种陷阱问题你指望我怎么回答呀？我建议你去问个别男老板，你是怎么平衡几个家庭啊？因为我觉得家庭跟事业又不在一个次元里，为什么非得是平衡的关系？你怎么不问我不姐，你怎么一边骑车子一边包饺子？这个问题我答不了因为我这个事业没有家庭还忙不开呢。我有时候剧场人多的时候，我女儿会在门口说小心台阶，我老公帮忙拍照检票，我公公每天给我去打扫卫生，什么平不平衡的都给我加入。所以PUA 是没用的，只有家人才会真的把公司当家。真的很烦，每个搞事的女人老要被这个问题，天天咋平衡咋平衡，是创业还是走钢丝呀？我说放以前我也就忍了，但人当老板以后真的会硬气。有一次我需要一篇报道，他上来又问说步惊云，你作为老板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我说那您作为媒体怎么平衡流量和真相呀？
哦，什么呀？我就没有那篇报道了。那既然这个问题这么棘手，咱今天欢聚一堂就把这事儿给定了，好不好？以后不许再问了。我觉得啊，以前的女人得做选择，现在的女人关你啥事儿啊？好了，散会，我是步惊云。张俊不好意思，张俊不好意思。锁票倒计时。再次感谢步惊云的表演，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我就特别想问这个琛琛和鲁豫老师，刚才步惊云提出来的，以后不要再统一，都不要再问女性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关系。其实这个问题这几年大家已经有意识知道，就你不应该问。大家为什么不去问男的？因为你明白他根本不需要，一定有人帮他在做所谓那个打引号平衡的事儿。但是关于这个问题，你想问出的那个内容，最近我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是我跟一个女性嘉宾我们俩对谈的时候，她说，你千万不要要求自己两手抓两手硬。其实他是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我觉得有些时候做好一个事儿就行，因为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常态，我们就是陷入一个顾此失彼的状态，那只能怎么办？就是尽力而为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我刚才特别喜欢一个特别白痴的梗，就是在那儿说这是个多老的问题，我想过去掐着你跟你说，这是个多老的问题，哇，那块简直太神经病了，我太喜欢那一块了，那个好玩啊。哎，本身您那个因为要经营这些嘛，而且脱口秀现在越来越好，这个感觉在一起确实得负责，对不对？首先我的感受是，我觉得得给演员一起进步，一起成长，这也是我还继续参加比赛的一个原因。我很难做到自己在家里让演员出去比赛，然后给我挣钱，我会非常难受。刚才琛琛在她自己的那段表演里面说到了，说布姐特别喜欢啊，非常喜欢，非常喜欢。对，因为我其实是从看脱口秀，然后看到布姐的那个演出，但是我在前面的那个脱口秀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强烈。我真正的成为她的粉丝是从去年开始的。对，因为我突然在去年看她的演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诶，她开挂了，就是这种感受，为她开心啊！哇，谢谢李宇成老师，谢谢。值了，这辈子值了，这辈子值了。感谢步惊云在这个舞台本季带来的第一次演出，在休息区稍微等待。下一位不用多介绍了，已经在后台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掌声欢迎张俊。大家好，我是张俊，你们好吗？变化很大，脱口秀都有2个节目了，我还在跟步惊云打。你说观众打开电视他不纳闷吗？这不是新会员吗？怎么还是老对手啊？你们2个人就没有一个人想去对面吗？我不想啊，我不喜欢太火的节目。小众，我还是有变化的。我下半年要去纽约，要去哥大上学了。你们都很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但也有人会过来就打击你说这有啥？你知道哥大其实是个水硕，你知道吗？我说啊，因为把我录取了吗？那哥大在我心里含金量有点下降，呼兰的含金量也有点下降。但呼兰不在乎，他很自信。你跟呼兰说，哎，呼兰哥大的水硕，他只会扶着眼镜。他可能会说哥大是水硕，因为他毕业了。我跟呼兰就像是数学题那2人一样，他给哥大放水，我给哥大注水。我去上学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对这个世界很好奇，我想去看看世界，就这么简单。很多人都这样。我有一个南非的白人朋友，他问我说：“你那么想去看世界，为什么不直接飞到纽约去旅居？”我说什么？旅居这么白人的词儿？我说因为我是个中国人。我不能纯玩了。
我纯玩会有罪恶感，太快乐会倒霉的。这我家训，你知道吗？我爷爷用毛笔字写的，你知道吗？他小时候去开普敦春游完回来，又不用写800字作文。我体内流淌的是农耕社会辛勤劳动的血，所以即使现在不用下地耕田了，我也每天在网上种草拔草，种草拔草。就算是看世界，你也要拿个本儿回来才算看了世界的。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唐僧当年也没有那么想去取经了，他就是想去西天看一下而已。他完全可以骑在孙悟空头上飞到西天去，到了定位西天啊，文案勇敢的人先享受西天。然后旁边孙悟空本人配音，老和尚骑了我一路非要坐头等舱，你知道吗？但他不行，因为他是个东亚人。他跟李世民逼巴半天，哎，我要去西天看一下这个那个这个。李世民说：“那你 gap 完回来还当和尚吗？”和尚挺热门，就业方向，你知道，你空白这几年不好找工作。唐僧说：“那我拿个本回来。”行，唐僧算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的留子。我承认这事儿，我不是一个松弛的人。别说你这样不累吗？我不累啊，我一点也不累。你知道什么比较累吗？卷松弛。就是有些人他已经费尽全力了，还要看起来毫不费力。我说你想看起来毫不费力，你就别费力呀。他又要费尽全力，他又要看起来毫不费力，他那种紧张的松弛感，特别像是在搞竞走。就是每一个竞走人都给我一种他其实很想跑的，但他怕别人觉得他急了。你不急吗？我不急啊，我不松弛吗？你知道吧？你不松弛，竞走第一名不是最松弛的，最后一名才是。我上次看业余比赛，那最后一名哪里是竞走，那就是遛弯儿啊。我很讨厌竞走，竞走是一个相当特权的运动，它起源于19世纪英国绅士拿来社交的。他们闲的，因为他们可以不跑。竞走不可能起源于非洲的。2个非洲哥们儿，咱们今天比比谁走得快哈。然后后面那个豹子，你说了哈。英国人用竞走来增进感情呢，因为他们跑太快听不见对方说话。Excuse me。你在非洲不跑快一点，你再也听不见对方说话了，你只能听见后面。同样道理，强调松弛也是一种特权。有些人能松弛是因为他们不用跑，就好像你不能一边享受社会紧张高效运转的同时，一边嫌弃大家不够松弛，太双标了。就好像有些发达国家一边享受超前消费和海量松弛，一边抱怨制造业流失到更努力工作的某亚洲强国一样。越南哈，越南。你不能抛开环境讲这个的，说国外老外都很松弛，国外老外，因为国外是老外的家，你让他来我家武汉。红灯还有3秒变绿，后面电动车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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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过马路的时候，车一直开到我脚边才停下的。我以为车让我，车以为我让他。接下来跟瞄准一样，我走一步他开一脚，我走一步他开一脚。最后还是有个老太太站出来，小伙子别怕哈，我扶你。我们确实有些紧张，但我们修路也很快。我去新西兰演出的时候，他们100米的路修了1年，1年啊！我家门口那条路早上出门开始修，晚上回来通地铁了。松弛不是一种美德，你不松弛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太松弛倒是有可能会。你的网约车司机一边开车一边玩3个手机，一个打牌，一个看剧，一个聊天，然后扭头问你可以用你手机导航吗？人是可以不松弛的，甚至我的面相就不松弛，因为我有一点地包天，我正常拍照都要绷着，我就。别人说你放松一点，我就地包天很难看起来很松弛，你知道吧？朱元璋其实是个很松弛的哥们儿。但是因为他有地包天，所以他看起来那个画师要谋杀他的样子，你知道吗？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模仿我做的特别轻松，你知道吗？有些人就这样，又有天赋又努力。他很松弛，打拼了一辈子，哎，终于当皇上了，结果看起来，然后画出来那幅画，其他太监就在背后蛐蛐他，你知道啊？你看他当上皇上还这么紧张，你知道？朱元璋就是个小地方打拼上来的土皇帝，
朱重八 AKA 小镇做题家。朱元璋说：“那把你们9族都杀了。”你看他急了。当松弛是一种特权的时候，它对大部分来说就已经成了一种负担了。我现在就是放弃松弛了，我就想认认真真做所有事情，就算别人说什么我也听不见了，因为我跑起来了，你知道吗？你不够松弛 ，excuse me。认认真真做所有事情，我甚至觉得你必须要放弃松弛，才能够获得松弛。因为前段时间我认认真真打王者荣耀，然后被举报了，理由是消极游戏。我只是菜而已，挺伤人的，因为他举报成功了。就所有人一致认为，这个他打成这样子，一定是态度有问题。就像小的时候，你班主任跟你父母解释为什么你学习成绩不好，他给的理由永远是哪一句话？这个孩子聪明是聪明，就是不努力。然后我在旁边心想，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我就是不聪明啊！我不仅努力，我甚至有点尽力了，我费尽全力了。看起来竟然毫不费力，我怎么变松弛了？谢谢大家，我张俊。哇，太聪明了！来，张俊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把掌声送给张俊。张俊为什么这次会选择拿松弛感这个做题目主要是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大家都很焦虑嘛，然后他想要松弛，然后他会把松弛当成一种手段，但其实松弛是一种结果，就是我觉得你放弃松弛，你就可以获得松弛，就是这样。我为什么没有拍灯啊？就是我没有明白那个点，我觉得有点拧巴，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脑浊啊，我脑浊，我没有听明白中间这个到底松在哪儿啊？那我给你讲讲，您来，哎，我听听，我可以吗？那当然了，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希尔，哎，我刮目相看啊。张俊讲这个，我就是说，现在社交网络上大家都在拼命比松弛。很多人大家都在那儿比松弛生活方式啊，穿衣打扮呐、然后摆个 pose 啊，就有一点像是大家拼命的急赤白咧的拼咱俩谁松弛，这事儿本身特别不松弛，演松弛。对对对，所以他这个切入角度其实很好，尤其他那句话其实是写的非常好的，他说卷松弛，因为松弛是跟卷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它非常可笑，所以他这个点找得很刁钻，很有意思，我是有比较强的共鸣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感觉。你肯定行，然后非常优秀，底子好。他不像有些选手，你觉得不行，后来行了。你是从第一天我们就都觉得肯定行，但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原地踏步，是不是有点太松弛了导致的？总感觉那个作品的打磨度、完整度和用心程度还差一点意思。我觉得这是一种常态，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一出来，然后他很快就知道自己问题在哪儿。我觉得你得先保持在这个地方，然后等那个100%的机会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上去嘛。所以我不是想说你不好，是我有点着急。我还跟很多同事朋友说过，张俊是我最看好的潜力选手之一。但我这几年并没有摆烂，我说实话，我并没有摆烂，因为我一直都在线下就是去演出，然后我也在钻这些题材。就是你找这个角度，然后找这些素材的话，我尽量避免去跟网上的所有观点和素材都撞，所以这个东西就你要挖它就很难嘛。其实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因为他讲了很多对于文化的、对于族裔的一些性格方面的思考，还有就是关于松弛，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我觉得松弛不是个优点，它就是个特点。对，谢谢。这其实是慢慢我学习以后才明白，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天鹅的。其实我在水下，我在蹬的时候，我做不了像天鹅那样水面之上波澜不惊，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我就拍灯了。好嘞，来，我们先把步惊云请到台中。两个人老相仿，有没有这么组合名字呀？张俊、步惊云、张若昀，你们俩。孙书恒给了个叫忍俊不惊，忍俊不惊啊！哦，还没有张若昀好，挺好的，挺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步惊云和张俊校友团的分数。步惊云30，张俊20，票数的具体情况是，请看。我觉得可能张俊票吧，来，我觉得应该是不解吧。
可能最后就差10票左右吧。哇哦，差不了多少，我只差7票，只差了7票，差这么近，就差这10票，差这10票。步惊云221票进入到进行区。很接近，很接近。张俊进入到待定区。我觉得罗老师他对我的评价是中肯，他可能有点过于中肯，但这不是我的本意。说实话，这也是我能力的问题，我没有强到可以在这么多时候关注到这么多细节。但我也需要为我自己说一句话，我觉得这就是我段子里面所说的那种状态，就是当你费尽全力的时候，然后别人会觉得你压根不在乎这事。我不是一个松弛的人。接下来要 PK 的这组选手，雪冰和菜菜。菜菜雪冰。首先出场的是新人演员，他非常有特色，他让大家一只手也能打，掌声欢迎雪冰。Hello， 大家好，我是雪冰。感谢。我先解释一下，这个胳膊呢是小时候一次意外啊，高压电啊，也不用紧张，也不怪你们，放松一点啊，今天没有捐款环节啊。真的，你们要是太严肃呢，我站在这儿特别像水滴筹啊。再说了，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是吧？节目每年不都有几个老弱病残名额吗？我本来计划今年是来打小家的，是吧？哎呀，今天观众真好，真热情，真的感谢你们。实话讲啊，我以前遇到观众不全是这样。我第一次上台讲脱口秀，印象特别深，真的，那天台下一个笑的都没有。我在台上讲的都快口吐白沫了，那观众看着我真是鸦雀无声，有的人眼里边还泛着泪光。关键是你观众紧张不敢笑吧，也会影响我呀。哎，我也紧张啊，而且我一紧张吧，喜欢流汗，一个手拿着麦还没法擦，有时候那个汗越流越多呀，实在挺不住了，流进眼睛里了，我就一边讲一边拿手背去擦。不擦还好，一擦观众更紧张了，说这小子怎么讲一半还哭上了呢？当时还有朋友给我出主意，说上台遇到紧张情况吧，你别慌也别怕，你就想一些小技巧呢，跟观众要掌声。你比如说，你可以在台上带头鼓掌嘛。我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后来那朋友就不要了，听得出来啊，这种朋友一听就是同行，啊，这帮同行怎么说呢？有好奇心，有幽默感，没人性啊。一般人见了我吧，叫声雪冰老师，或者叫声冰哥。他们见了我，哟，来了，左撇子。我右手还没长出来呢。聊天也不好好聊，净问我一些古怪的问题呀。说冰哥呀，你这一个手，你要是走钢丝的话，会不会平衡不稳啊？哎，我问一下啊，就你们平时走钢丝吗？你看对吗？我为啥走钢丝是吧？还有人问我说，你要是犯法了，警察怎么给你戴手铐啊？啊？我不知道啊，我也不想知道。挺好，跟大家聊聊天啊，讲讲我这个比较特殊的经历啊。小时候淘气，经历了一场意外事故，然后失去了这个右手。当时出事之后呢，我身边的同龄的小孩都特别的听话，家长们也都拿我这个事儿当反面教材，吓唬自己家的孩子，说啥都有啊，越传越没边儿。其中啊，我听过一种最离谱的说法，说我呀从小不好好写作业，手让老师给没收了。
你喜欢什么？对，这完全不讲理啊！就是，其实吧，除了这个胳膊，我还有一些小毛病，我不说你们可能发现不了啊。我这两个眼睛视力不一样啊，差不少。之前体检过，左眼视力大概是5.0，右眼只有4.0。一开始以为是外伤导致的嘛，这右边其实也有外伤。后来仔细一想明白了，那上学期间每天要做眼保健操啊。那么多年只做了一只眼睛。再就是出事之后呢，责任方赔了一笔钱，还不少。要不是盈利模式太难复制，那风险太大。再来几回，哥们财务自由了。别人叫白手起家，我这叫断手致富嘛啊！但说出来你们可能未必会相信啊，当时啊赔了整整8万块钱。你看现在听着像笑话一样啊，当年不算少了。30年前啊，90年，我查过，当年的8万块钱，差不多能在上海买房啊。我爸当时每个月工资才100块钱一个月，8万块钱拿到手，相当于他一次性领了60年工资啊。拿到钱之后，我爸非常激动，说这个钱拿的不容易啊，我儿子拿命换的呀，你下半辈子全指他了，谁也不能动，到现在都没动。这8万块钱跟传家宝一样，供家里边，躲过了楼市，避开了股市，在他们最好的年代，他经历了30年还是8万。我跟他聊过，问过他，想知道他咋想的。他说想留着给儿子以后娶媳妇用。我说当年娶多好。他说那时候你才5岁啊。真的，有时候我就想啊，你说当年他要是没把钱藏起来，他真在上海给我买套房，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也得拆迁个1次2次吧？万一运气好，1套变2套，你说我现在要是坐拥上海2套房，我得啥感觉呀？我感觉我虽然少了一只手，但是多了一双翅膀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慢慢也能理解他了，不能怪他。当年他呀，就是觉得这个钱啊太重了，他不敢动。30多年过去了，货币虽然在贬值，但是父爱一直没有缺失啊。你要非说是谁的错吧，我觉得是通货膨胀的错。通货膨胀让前面的不值钱。之前看书啊，看过一句话，印象特别深。他说市场经济有它自己运行的规律，但是呢，其中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宏观调控。我心说不会就是我的手吧？我现在还是单身啊，我倒不太着急，身边有朋友替我着急。他们呢，时不时的跟我炫耀他们的恋爱经历，说斌哥啊，最近又谈恋爱了，这次一见钟情。你不谈恋爱你不知道，当你遇见那个心动的对象那一瞬间，哎呀，特别的刺激，那是一种触电般的感觉。我说我知道啊，那感觉不只是刺激，还伤身体呢，是吧？之前家里还有一个做婚介的亲戚，特别热情，业务能力也强，非要帮我介绍对象。但搞得特别神秘啊，啥也不跟我讲，只说我俩特别般配。然后领来了，见面了，小姑娘真的什么都挺好，就是听不见我说话。我这才反应过来，我说啊，我说你给我介绍的这是个小龙女啊，啊，怪不得说我俩般配，哎，我是杨过呀。我就问他呀，我说什么情况啊？他说这不挺好吗？神雕侠侣多般配呀。我说不太方便吧？那我俩在一起怎么交流啊？他说没事啊，你可以学学手语嘛。当然，最后也没有在一起啊。你毕竟这个生活不是小说。杨过就算是会绝世武功，他也没法学手语。谢谢大家，我是雪冰。拜拜。雪冰的锁票倒计时。雪冰是怎么开始说脱口秀的？说起这个还跟老罗还有缘分啊！我老家是延吉的，
就是通过那个当时的锤子手机联系到有一些锤友嘛，我们会组织一些线下的观看发布会的活动，然后认识了锤友群里的群主。他后来组织了一次小型的开放麦，然后他鼓励我去参加，我就这样，然后机缘巧合的就试了一下，觉得还行。到现在正式全制作，我觉得2年吧。牛，非常非常好。他有风格啊，就那个就觉得很难模仿，就那个风格，他是就浑然一体的那种，非常非常好，特别喜欢。对，我觉得还是因为他的梗，最绝的就是刚才那个通货膨胀，那个有一双，对，我就是被那个绝了，太厉害了。他这个段子除了逗以外，还挺有人物的。他爸爸那种父爱，然后整个那时代的沉浮，我还挺喜欢的。我拍灯那块儿，我太喜欢那个白痴的梗，说那个小被老师没收了，当时我莫名其妙，然后但是我觉得哇太有意思了，然后我不得不拍这个，然后我觉得就是看这个演出，真正做到一种豁达，就是感觉看您的演出真的很开心，谢谢您带来这样的演出，谢谢您。再次掌声送给雪冰，雪冰稍微休息一下。罗老师给你拍灯了，开心啊，特别开心。就是那种感觉，你喜欢的人，然后也认可了你，很激动啊。老罗做手机，从第1代到最后1代，我都几乎都有买，哇！现在我微博的第一个消息还是这个嘛。他之前说过，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注定要改变世界。每个人来到世间都注定改变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要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世界，总能做出一点事情来，就是这样。你做好人，你就会让这世界变得更好一点点；你做恶，就让这个世界变得坏一点点。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哇，好有力量，我觉得我很有价值，给我了很大的自信。包括其实讲脱口秀也一样啊，因为喜欢老罗嘛，不自觉的让我能走到今天，发现啊，我跟这个世界是有联系的，我是在这个世界中也很重要的一员嘛，甚至我也有能力去改变世界嘛，都是他的启发，他给的力量。罗哥，感谢你。希望你身体健康，希望你越来越好。要和雪冰进行 PK 的这位选手，大家应该很熟悉。在去年，他聊卫生巾破除月经羞耻，聊寡妇命，反对封建迷信。掌声有请菜菜。好，我是菜菜 ，Hello， 谢谢啊。前段时间回到他老家啊，去参加外公的葬礼，他活到了96岁啊。对，挺长寿的，挺长寿的。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啊，都能一起活到死。按我们老家的习俗啊，就我得买头猪来祭奠我外公。我舅舅就觉得我做脱口秀不挣钱嘛，他就选了一头最瘦的。我感觉猪也懵了，他本来以为体脂低能活久一点。其实这个猪原本不是由我来买，原本应该是由我妈来买，但是她20年前也去世了。大家可以呼吸啊，放心，我保证接下来不会再有人去世了。20年确实是很长的时间，我也确实是没事了。但我跟大家坦诚啊，就我每次在台上讲这个，我还是挺紧张的，我就害怕说得太重了，你们不笑。说得太轻松了，你们觉得我不笑，而且也害怕观众会心疼我嘛。但是今天 PK 的是雪冰哥，你们是不是也不知道我和他谁失去的更重要？但我说一下，我为什么还是要讲这个呢？因为我就发现，就是越想逃避，就越绕不过去。就比如说之前就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嘛，他说：“你妈不催你结婚啊？”我说：“不催啊。”确实不催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好羡慕啊，要是我妈跟你妈一样就好了。”我当时的感觉跟你们一样，功德完了，我就赶紧跟他说：“我说别啊，不一样挺好的。”结果他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了。我总不可能跟他说你的福气在后头呢。有时候也不是我想逃避，是别人想替我逃避。就比如我的初中同学啊，他们就背着我开过一个班会，那个主要的内容是不允许当着我的面唱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唱一次要罚2块钱当班费，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周杰伦也不知道，
他因为2块钱在我们班被封杀了。其实我知道同学们是善意的，但有时候太小心翼翼了，我反而会被这种善意给绑架到。就比如说我最害怕的就是中午食堂吃饭嘛，然后学校的广播突然开始放听妈妈的话，一放同学们都不吃了，开始偷瞄我也不敢吃了，怕他们觉得我该流泪的时候流口水。关键这首歌吧，它也不是固定的时间放，有时候肉都夹到嘴边了，它放了，我就把肉也放了，真的觉得很委屈。能不能先放首别的？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有次菜太辣了嘛，然后就辣到擤鼻涕，音乐响起来了，旁边的同学就默默给我递了张纸，节哀啊，别哭了。我想说，杰伦啊，别唱了。包括去年录节目嘛，然后播出之后，就有很多年没联系的初中同学，他就给我发信息，他说替我开心，恭喜我，还说他这些年啊，只要看到周杰伦相关的东西，就会想到我，还特别小心翼翼地问我，他说：“哎呀，那你录节目的时候看到那个何广智？”周杰伦最伟大的燕姐，他那么像周杰伦，你会想妈妈吗？这也太绕了。我不会啊，我只想赢。包括之前在另一个俱乐部讲这个段子嘛，然后我下台之后，那个俱乐部的主理人他就过来跟我说，他说他感觉有点心疼。我说那你心疼的话，给我涨点演出费。到了月底发钱的时候啊，我发现他确实是更心疼钱。但我知道今天的观众肯定不一样啊，你们肯定比他真诚。如果你们心疼我，可以给我投票。你们应该发现了，就我现在已经不会被善意绑架了，因为我会绑架善意，而且我甚至还学会了绑架恶意。因为我去年讲卫生巾的段子嘛，然后播出之后就有键盘侠给我发私信骂我，他就说你讲这么低俗的东西博眼球，你妈没教你啊。我当时就觉得机会来了，我要让他为自己说过的话感到羞愧。我就跟他说我妈妈去世了，我等了半天他就回我就知道。对，很没有心对吧？但是我也没有回他了。但我去年上坟的时候就把这个事儿给我妈说了一下，还给他烧了这个键盘侠的 ID。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避免和我的朋友什么的聊到这个事情，因为我发现每次一聊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气氛就会变得很尴尬。因为每次我一跟我的朋友说我妈妈去世了，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对不起，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了。但说到对不起的次数吧，确实是有点多。有一次有一个朋友没有说对不起啊，我就觉得他欠我一个道歉。后面我就实在很好奇嘛，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别人都说对不起，就你不说啊？然后他回我，又不是我干的。哇，他好不是人啊，他是个脱口秀演员，他是 Echo。就包括有一次他和他家里开视频嘛，然后我就在他旁边，他就突然点着那个屏幕对我说，他说你看看这是什么？我说这什么呀？他说这是妈妈。他好地狱对吧？但大家也别怪他啊，反正他妈也不爱他。但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你同情一个人，他就只能是感激你，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相互攻击，它是比感激更加亲密的关系。我也特意查过了，像我这样的人格特质呢，它就属于是 INTJ。但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啊，就如果聊死亡会让大家这么不舒服，就我可以感受到大家还是挺紧张的。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为什么还要讲呢？然后我就想到了我妈妈，因为她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开玩笑的人嘛。我小学的时候特别不会写作文，然后有一次她就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跟我说，她说我教你写。她说写作文最重要的就是抒情，你就这么写啊，蓝天真他娘的蓝啊，白云真他娘的白。我当时觉得就是我是个小学生嘛，写作文对我来说是全世界最严肃的事情。
但是他没有想教我一点什么，他就是单纯的想搞笑一下。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今天站在这里，我是不是也可以不表达什么？我就是想像我妈一样搞笑一下，给我妈尽个孝。好，谢谢大家，讲到这里，祝大家开心。菜菜的锁票倒计时开始。再次把掌声送给菜菜。耶！提到妈妈的时候，是不是朋友有点不太敢说哈？大家只是不太知道怎么处理这个情绪，然后就会绕过去，对不对？对。一说到妈妈不敢说，就说嘛嘛，就是这样，给两个香吻啊，得嘞。我觉得就是这个感觉，我要给这个的啊，是这样的。其实我妈妈给我讲过这个事儿，就是我爸去世之后，我妈就2、3个月就调整的还可以了。我们在一个小镇上长大嘛，然后只要一出去马路上就能碰到认识人，只要碰到认识人，对方就一脸悲伤的过来，抓着他的手抱着他说：“哎呦，你没事吧？”啊，这个事儿是他那个时期真正的压力，所以我刚才听的时候非常有共鸣。我会感觉中间有2到3次特别好啊，谢谢。但是有几处搞的感觉还是稍微有点沉重，以至于大家觉得很巧妙，想笑，然后又差一点什么不是特别放得开要笑，所以一犹豫就没有拍。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你在选择这些题材的时候，你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啊，或者是？其实我自己本身没有想太多的，因为我觉得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就只能讲自己想讲的东西。然后我可能因为我生活中其实是一个挺怂的人，然后我就觉得既然都到这个舞台了，都拿了这个话筒，我就可以讲一些平时不太敢讲的话题。谢谢。他没有直接讲失去妈妈之后整个心情的变化，而是从旁边人周围的反应来聊。他就突然点着那个屏幕对我说：“他说这是妈妈。”我很开心可以成为他的段子里的一部分，因为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把我写进他们的段子，所以我觉得能把自己的朋友、家人写进自己的段子里面，应该算是我们喜剧人的一份语言的情书吧。对，我们也请雪冰回到舞台。雪冰满票，菜菜10票。在投票结束之后，我们看一下得票数是来了。其实不低，其实观众的票差不多。对，菜菜有机会，我觉得有机会耶，有机会。雪冰235，祝贺雪冰进入到晋级区。菜菜要在待定区继续等待。接下来要进行 PK 的2位 ，Seven 和大鹅，马上要出场的他，首先白天要上班当牛做马，晚上还要去讲段子，而且还去养老院帮助别人。是的啊，真棒！掌声有请非常会上班的 Seven。哎，你们好，朋友们，我是 Seven。今年还在坚持工作，去年边上班边跑去上了节目，副业被发现了，现在在公司失去了自己的真名，我领导现在叫我赛文。去年上了班之后回公司真的很担心，很怕我领导生气，因为怕他觉得我这个不务正业什么的，但是很快就发现自己多虑了。让中年男人开心太容易了，我在节目上给我领导要了个张绍刚老师的签名，我领导特别高兴，但那天更开心的是绍刚老师。邵老师，你俩想抛了他的。我要开灯了啊！我要开灯了！我要开灯了！当我说出那句“张老师，我能要你个签名吗”的时候，张老师的神情似乎想要确认一下。我问的是张雨绮还是大张伟？
你们可以看一下，是我去年为数不多的镜头，在第4集上34分22秒那个。张老师那天发现是他自己之后都没有跟我说行，他跟我说的是谢谢。分享一下我自己最近生活里的烦恼。我讨厌人工智能。我不是凭空讨厌，我有立场。我是计算机硕士，我的专业方向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水硕。我最近经常会在午休时间接到人工智能打来的骚扰电话，感觉自己被自己学的知识背刺，真的很怀念以前还是人打骚扰电话的时候。那个时候起码我骂他，他能听见。现在就算人工智能能听见，一个 AI 我能怎么骂他？我都没法问候他的家人，对吧？我总不去骂人工智能之父吧？等下次 AI 给我打电话，我说我去你大爷，艾伦图灵。就是这样，现在诈骗电话都开始能用人工智能了。我姥姥前段时间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很吓人。电话那边是我的声音，说姥姥你好，我是外孙子，我银行卡被冻结了，你给我转点钱吧。我听了之后很怕我姥姥被骗，我姥姥89岁了，但是我姥姥跟我说你放心，我一下就给她识破了。我说姥儿你是怎么识破的？我姥说因为你没有这么有礼貌。我姥姥就是如此清醒。但是我领导最近跟风 AI 跟风点不太正常，他每天刷那种营销号，就那种不会有人不知道可以用 AI 一键生成精美 PPT 吧，然后转发给我，让我用里面的方式生成一下明天的 PPT。怎么会有人信这个？就我都不想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我们能不能一键生成一个 PPT？ 你点开 PPT 还得双击呢，对吧？我领导最近在跟风用一些大语言模型他也用不明白，但是这个不怪他，因为想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模型的性能，需要使用者能说清自己的需求。这是我们领导的短板。他跟我说大模型不好用，让我过去帮他看一下。我看了一下，他把一堆文件发给那个 AI， 然后跟和我说话一样，说来你把这些东西帮我弄一下。他就是这样，我叫他 this 代替型领导，因为他的指令一般就是把这个东西弄成那个样子。人工智能他说不会了，说我很愿意帮助您，但是您没有提出需求，您能说一下需要我做些什么吗？我领导把那个深度思考给点开，说你再好好想一想。他就是这样，他不理解，但是这完全不妨碍他迷信人工智能。他最近就给我提出了一个新的需求，跟我说网上的人工智能不好用。你是学计算机的，你给我们公司弄一个自己的人工智能。我寻思，要不你再好好想一想啊！就我要是能弄出来，我来这儿啊！就他是管我叫赛文，但是他不能真拿我当奥特曼用啊，对吧？但是上班吧，我只能哄他，我只能把网上那种开源的免费的模型套一个壳子接一个接口接到我们公司，但是受限于我本人的智力水平和那个电脑的性能，接下来的模型特别的笨。就笨到什么程度？我问他阿姆斯特丹的旅游攻略，他跟我说阿姆斯特朗曾经登月。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大语言模型耳背。对，就如果这样能替人类工作的话，我姥爷也行。人类都不需要对他进行背调他那个耳朵20多年前就已经背调了。但是我肯定是报喜不报忧嘛，你们知道我肯定是往好了报的。他相信了，他真的以为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工智能模型，他以为我们走起来了，他以为我们可以，他现在已经开始因此压缩我任务的 deadline 了。他之前让我干3天的活，跟我说现在有 AI 了，你把它1天干完吧。他就是这样。他不懂，但是他只要有一丝理由就可以用来 push 你的工作，他挺坏的。幸好我也不是什么好人其实那个3天的活我1天能干完我骗他2年了
这才叫把工作做在平时，朋友们。但是基本职业素养我还是有的。那天那个活真的很急，我一个人熬到了凌晨3点，一己之力把活全干完了。人工智能睡得可踏实了。但是第2天早上我把那个活交上去的时候，我领导以为那个活是人工智能干，指着那个我纯人工写成报告赞不绝口，跟我说：“你看，这比你之前自己写的好多了。”我领导现在就属于 AI 梦男这一块的。就人工做的活他不喜欢啊，人工智能做的就喜欢。我都想问我们领导，就领导没想到你还是个智性恋呢。现在跟风 AI 的人真的挺多的，我真的觉得现在有点没意思。今年的风口是人工智能，前几年是区块链，是 VR， 是元宇宙，每一个风口都要干。各种风口词语同时出现的时候，我领导来我工位找我，我都不知道他要干啥，我都得问他，领导是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我真的不建议大家什么风都跟。我有一个二大爷，他就是不好好上班，总喜欢搬个椅子下楼去吹风，现在已经中风了。我最新一次去看的时候，人倒是挺好，就是嘴歪了，说不清话。别人给他打电话也接不了啊，只能指着那个电话，你把这个弄一下。我讲完了，拜，朋友们。锁票通道开始。再次掌声送给 Seven。哇 ，Seven 我太喜欢了，因为 Seven 从去年演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么好的演员，后来走早了哈。然后离开这个舞台，就重点是在于他那个笑话就感觉钻你，就是那个钻到你这儿的时候，你就感觉大家就开始笑。他不是那有好多就有爆笑的地方，但是有很多那种慢慢的钻你，然后你就越琢磨这个话越损，然后就那个点就特别好玩啊。而且本身真的在做这个 AI 啊，真的是真的。哦，那拿这写不可能拿这写笑话什么之类的吧？我试过啊，我每次写不出稿的时候，我都会很虔诚的请问他，我会加上礼貌的用词。我说你好，那个能帮我写一个我段子的铺垫是这样的，现在我在这个地方缺一个梗，你能告诉我吗？然后他也没告诉过我，但是我每次都会问他，因为就是我其实觉得对创作有的帮助是他可能会说一些废话，但是你一个人写稿子的时候，你好像在跟谁交流。哦，有点心酸呢啊，透露出来没什么朋友，可能是没事，应该的，要不怎么写稿了。然后那个重点是在于，就是我今天看见李宇春老师啊，摇头摇的最来劲的一次，就是刚才你说在耳背的时候啊，人力都不需要对他进行背调啊，他那个耳朵20多年前就已经背调了。啊，这已经忍不了这个谐音梗了，是不是？是，但是 Seven 的整体的这个段子我是挺喜欢的啊，因为有时候无聊，我会跟 AI 去对话啊。我说，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20周年，所有人在等着我干一票大的，我应该干什么？然后 AI 说干掉我，然后他给我出了一个那个策划什么的，就还挺有意思的啊。我现在跟 AI 聊天的时候，如果你要不知道我在跟谁聊天，我留语音的时候，你会认为我在跟一个真的人类在说话。是，他情商非常高，很可怕。他从来不会反着说，他永远说哦，你说的非常对，你很睿智。所以有趣的地方也是 Seven 用自己的工作经历，给大家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来提出了一个对大家现在讨论的很频繁的一个问题，也引发更多人去思考关于这个话题的内容。再次掌声送给 Seven， 谢谢。来，Seven休息一下，在旁边观看一下和你对阵的选手。这是一位来自西安，喜欢脱口秀的一位新人，而且这位新人非常接地气。掌声欢迎大鹅。来除了他那个橘子。嗨，大家好，我是大鹅。我是一个农学生，
介绍一下我自己，就是农民的孩子，终于考上了研究生。开始研究怎么当个农民。好多人都说，农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那就是鲤鱼跃龙门了。可我是个甘肃人，我呢不分。回头一看，跃进农学的大门了。里面不仅坐着我爸，里面还坐着我爷。感觉我才是真正农的传人。很多营销号都说某某明星为了追星，把自己追进了娱乐圈。我的偶像袁隆平，我现在也把自己追进了农学圈。我的偶像研究粮食，我研究瓜果蔬菜。我往这儿一站，谁能有我更懂饭圈？别人为了支持哥哥买专辑冲销量，我为了支持爷爷，一天4顿，顿顿不落。你想收缩了还？你从我这个体型就可以看出来，真的很喜欢品鉴爷爷的作品。前段时间还有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综艺，叫《种地吧少年》，我也去看了。看完之后都不想拆穿大家，你们真的喜欢看种地啊？我一个种地的都喜欢看少年。刚开始少年们种的手忙脚乱的，还有粉丝在那心疼弟弟，我在那心疼地，急得我想上去帮他们。到时候这节目直接改名就叫我来吧少年。以前在课堂上学的都是歌颂农民的，什么粒粒皆辛苦。出了教室，听到的都是你不好好读书，以后只能回家种地。农民好矛盾呀。我们家门上有块匾，上面写着3个字：耕读地，意思是我家是一边耕作一边读书的人家。矛盾在我家挺对立统一的。小时候想好好种地，读书走出去看看世界，现在想走出去读书，也看了看世界，想帮农民更轻松的种地。谢谢大家，我是大鹅。大鹅，你现在研究生学的专业是果蔬？对，是果树啊。哇，本科是？本科是种子工程与科学。哇，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听到不同行业的人的不同故事，也是这个节目的一个使命跟任务吧。谢谢老师。我得说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幸运，非常非常感谢大鹅出现在这个舞台，在这个舞台让我们看到新农人，他们和传统意义上我们理解的农民是不一样的，他们有自主的表达，他们有更多的分享，他们希望把更好的农产品和更好的他们的努力呈现在大家面前。谢谢大鹅，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切，再次感谢大鹅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再位回到台中央，再问，来看一下场上观众给出来的票数是。7、2、3、1，成功的晋级。太棒了，谢谢。马上要对战的是小雪和漫才兄弟。大家好，我是小雪，我是喜欢的演员。我这个叫我有底气，也是我第一天搞的，就是想传输给大家一种力量嘛。那有底气，我就选一个这个，我选小明星吧。好，地方小明星吗？地方小明星是谁？我们。好，我们也配对成功了啊！我们逃离了1v1v 的这个残忍的环境。
就是当抽完这个签儿的时候，很多的人过来，全都是安慰我，就大家那个眼神都是不一样的，就都是，哎，学姐，就是每个人都这么说。接下来说的话都是学姐没事儿，学姐没事儿。我说怎么没事儿啊？他说就是你演完这轮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因为地方的小明星嘛。对啊，没想到他们这么谦卑，是吧？没想到这么谦卑，是这种小明星，是全中国的小明星。是我觉得所有人中唯一知道我必输但我不丢人的人，我觉得。不丢人。这屋里没有上班的吧？他们不行，常态高。小雪姐最不怕小孩了，小雪姐家里2个小孩，小雪姐打的就是小孩，整吧那就。首先出场的这位呢，他一方面要处理一地鸡毛的事情，然后做妻子做母亲；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又希望做能够享受生活的、快乐追逐自我的那个自己。掌声欢迎小雪。哎，大家好，我是小雪。能看得出来我也是孩子的妈妈了吗？哦，谢谢，我是2个孩子的妈妈了。人可以愚蠢2次，但是没有想到很快就愚蠢了第3次。我抽签抽到了漫才兄弟，这真是弟弟杀我。但我觉得已然这样了嘛，那就放开了讲嘛，是不是？你这个舞台上，你不同身份的中年姐姐，也可以发表自己的声音，对不对？对。我已经结婚7年了啊，今年正好是我们2人的头7。我是北京人啊，老北京姐姐，但是我老公他是南方人，苏州的。对，南北方大融合，他是那个到北京工作，我们通过相亲给认识到一起去的，而且我们很般配。就是属于大家眼中那种最萌身高差，我的身高是1.70米，他的身高正好是1.58米，这是真事儿。就我跟他在一起都有那种当白雪公主的感觉。但是前2天呢，我们的婚姻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波澜。我呀在家无意中瞄了我老公手机一眼，正好从他的手机上啊下拉了一个微信对话框，是个可爱的卡通头像，而且对话内容就2个字：哥哥。就你们这个姐夫，50多岁的老男人了，都快秃头了，什么哥哥，玉帝哥哥啊！但是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呢，还是非常的稳定啊，就是一直保持着那种分房睡啊，因为我带着2个孩子嘛，但是不影响我们在客厅见面呢，能简单的打个招呼。每次我在客厅见着他，我都会很开心。我说哟，您回来了。他看见我也很礼貌，他说哟，您忙着呢。他看见孩子更开心了，说哟，都长这么大了。你说现在突然冒出一个女的叫他哥哥，也可能说明人这女人呢对我老公就是真心的那种不忌口。但瞎猜啊，也未必是女的。所以你得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呀？我跟你说，就那会儿啊，我老天天琢磨他这事儿，我真的快给自己琢磨出抑郁来了。这时候中国有句老话讲得特别好，叫女子不远嫁。我算是全中国啊离娘家最近的人了，我的娘家就在我家楼上，就是同一个单元楼的上下层。我老公跟我搞对象那会儿嘛，第一次来我们家也问过我，说你爸妈在哪儿啊？我说现在老2口都在上面呀。他说我很抱歉呀。我说这有什么呀？你要是高兴，我带你上去找他们呀。我跟你说，楼上楼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距离，这就是我婚姻中的底气。我的上面有人。我直接上去找我爸妈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看我老公手机。我妈都没问原因，一看自己姑娘委屈了，我妈当时就说孩子呀，你知道他的开机密码吗？我爸说你知道他的密码没用啊，他可以删除聊天记录啊。我妈说如果这小子把聊天记录都删了，更应该可疑呀。我爸说
现在谁能全删呀？那都是捡重点的删。我妈说：“孩子，你先下去，妈处理点家事儿。”我说：“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呀？我老公老攥着手机，我没有机会下手啊。”我妈说：“孩子，你没有找对时机，夜里2点半，2点半是这个人睡觉最死的时候，那会儿他的手机你随便看。”我说：“我这太吓人了，是不是？你想3更半夜的在一黑屋子里，我静静站在一个人边上，假如我老公突然睁眼了看见我，你说我说什么？我怎么说？我说晚安，马卡巴卡。”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爸妈的一句话真的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家人。他们就说孩子，要不然我们陪你吧。就这句陪伴，真的就是我最强大的后盾。哪怕我看我老公手机时他突然睁眼了，我都不再畏惧，就大大方方说嘛，是我们集体要看的。我妈有给我规划接下来的细节。我妈说：“孩子呀，你就正常睡觉，你的手机呢上个夜里2点半的闹铃，我跟你爸呢也下来。”我说：“咱仨一块站他边上，这是要守灵。”我妈说：“就算你老公突然睁眼了，你也有借口啊，你就说爸妈来了。”我说：“这个点你们来干嘛呀？饿了要拿他的手机点点外卖。”但是其实合计的时候担心挺多啊，顾虑也挺多。我跟你们说，真经历完那个晚上啊，咱们别的不说，我首先学会一个人类的冷知识，就是咱们正常睡觉啊，都正常睡觉，夜里2点半真的是这个人睡得最死的时候。你们知道能死到什么程度吗？我就跟你们这么说吧，就那天晚上夜里2点半，是我隔壁屋的老公将我给推醒的。他说我手机的铃声太吵了。接下来我老公的话让我更加踏实了。他说：“你爸妈来了。”我说：“哈哈，这个点儿他们大概是饿了吧。”就这样午夜丑时，我们一家4口团圆了。我们围坐在一起，默不作声。我老公都小声的问我，他说：“在你们北方这一天是不是有什么习俗啊？”我们更加沉默了。我老公都慌了，他问我爸，他说：“爸呀，有什么我们能帮到你们的吗？”我爸说：“你睡吧，你睡了就能帮到我们了。”我老公在我们3个人的死亡凝视下僵硬走回他的屋子。其实他关上房门那一刻，其实我有点后悔了。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其实咱没必要非偷偷摸摸看人手机，对不对？刚才这么多人也在，完全就可以直接大大方方的弄死他。我妈说：“孩子不行啊，这个小区都是监控啊。”我爸补充道：“有那么几个道是可以避开监控的。”爸爸为什么这么懂？但是父母关心则乱啊！我跟你说，我这个人还是比较理性的，而且我也憋不住了。第2天我就直接问他了。我老公承认了，那个真的是个女的，但人家是个卖保险的，人身意外险啊，人身意外险。我老公没兴趣都删了，但是经历完那个晚上啊，他又给加回来了。就是虽然看手机失败了，各位啊，但是我觉得我反而成长了。我就那会儿老觉得，就为什么我老活着累啊？就是我老惦记别人，就本来没什么大事，我老自个儿内耗。其实我懂得，就是你自己内耗了，就是联合外人一起来欺负你自己。所以那时候想，我说去他的吧，以后我重心我就转移到我自己身上，我就关注我自己。你就退一万步，真有人跟我抢我老公，让给他。世界那么大，1.58米的不好找，1.6米以上的有的是。我是小雪。来，各位，锁票倒计时。小雪为什么想到结婚讲这个内容？结婚，为什么想到讲这个内容？其实讲这个的时候，就是也是根据曾经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老公上手机真是冒出一个哥哥，然后呢，我就是老惦记这个，就是跟父母来说这个事儿。但是我这个片子说讲是偷看老公手机，并不是说教大家如何去偷看手机。
我就觉得老说女人在婚姻中你要独立要坚强，其实坚强不是这个女人一个人的力量。我就觉得我最大的底气就是源自于我的父母，并不是说我依靠他们，是他们一直传递给我一个理念，就是你大不了你就不过嘛。我妈经常跟我爸这么说嘛。嗨，所以我也是学会了，我就告诉自己，其实最大的底气就是你别内耗，爱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这是我一直想表达的。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生动，非常。然后呢，像看了一个半夜2点半的悬疑电影，有这种感觉。然后呢，还有一个感受，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碎片式的讯息，可能会引发你的某一种的猜疑，而那个猜疑可能会形成一个对自己一个巨大的内耗。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其实是有一个提示作用。他亲和力无敌的好，瞬间就让人喜欢上他，然后愿意听他娓娓道来讲一个故事，然后全程都很抓人。那以前的作品有过什么专场什么的吗？我现在也有一个专场叫《一地鸡毛》啊，现在全国也正在开始巡演。我自己个人感觉就是，好多人老跟我说阿姐你，开场不要去讲婚姻、讲老公、讲孩子，很容易被淘汰。就是现在年轻人可能不太喜欢了。但是我觉得，正是我巡演一地鸡毛的时候，讲的就是婚姻和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我发现有很多的年轻的单身的妹子们，或者是小伙子们，他们听完会很热情的跟你拥抱，他们说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其实这个也是我想在表达的，就是家庭妇女她不是说只有一个 A 面，它有 B 面、C 面、D 面，非常的丰富。我们也请小雪在旁边稍作休息，马上和你 PK 的人就要上来了，他们等的也非常辛苦，所以话不多说，直接抬人上来。来了，二位，掌声欢迎漫才兄弟。恭喜漫才兄弟成为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年度总冠军。拿到总冠军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吗？在校马停车免费的，浙江卫视跨年联校晚会，还有个时光音乐会，春节联欢晚会算是一个最好的商务了。戴眼镜的，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硬要啊，在这里啊！当了全国，你要知道14亿这个东西放在我面前，我不知道是什么，我没见过14亿个人。谁见过14亿个人？韦大爷还是蛮现实的，这个节目拿了冠军是5险1金上了春晚，要不要再给你补一个金呢？再补一个险呢？我说可以，也没补。素人。都是没辣椒的，好的，都是有辣椒的。好吃吗？好吃。我开始不要喊。你给搞2个这个吧，旁边有个头头。江郎才尽，闲云野鹤。有没有想过，万一淘汰了怎么办？淘汰就说明自己的能力不够呗，就是再去春晚上面磨练几年再过来呗。坐，都是坐着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浩伦。Hello， 大家好，我是谭湘文，我们是漫才兄弟。谢谢大家。好久不见啊！春晚演员的这个欢迎度还是蛮高的。你不要再说话了，快点啊！最近就是身为一个年轻人，比较懒惰啊，家里特别的脏。那很正常啊！看到网上很流行的一个东西叫做家政服务一条龙的服务，给你家里搞得干干净净的，比较方便。我从来没有喊过想模拟一下这个场景，我们试一下，我们来还原一次。家里太乱了啊！在哪里都找了半天人嘞啊！留个地址给我不行？要不打个电话来，哥哥啊？打电话好。
喂喂，你那里有包厢不？订 KTV 啊，在这里啊，找地方的嘞啊。那你要留个地址给我噻，你在哪里呢？13楼啊。哦，13楼。出电梯右拐第一个这个门是吗？啊，对。那我好像看到了，看到了是吧？等一下啊，到了没有？我看看怎么进来啊。马上啊！你不要当着我的面跳数好不好啊？我还在家里呢，我开门就可以了嘛。那你开门不？该鸡的。哦，来了，不好意思，没关系。来晚了。来，里面坐，没事。喝点水吧。下次。这次啊。下次啊，你知道你过来干什么的吧？哦，可以帮我点首周杰伦的《稻香》吗？还是 KTV 是为什么呢？过来搞卫生的。哦，搞卫生是吧？那开始之前我还是给你介绍一下啊。介绍我们这是个套餐服务哦，不光有搞卫生，还有这个收纳啊，很火。收纳不是说把你的家变得多大，而是合理的利用你的空间。好吧，你也需要配合我一下，看哪些是该丢的、该要的，跟我说一声。那没问题。电视机还要不？电视机肯定要了，大哥。你收废品来了，在这里啊，你收点垃圾走嘛。哦，垃圾先给你收走了。对。好了，矿泉水瓶给你丢掉了啊，丢掉没用。垃圾袋给你丢掉了啊，太脏了。快递盒也给你丢掉了啊，丢。哦，还有这个08年 NBA 詹姆斯亲民球衣给你丢掉了。这个听名字就不能丢，晓得吧？啊，这个不能丢，肯定不能丢啊。那再来一次啊！你倒出来干什么了？啊，瓶子给你丢掉了啊，丢掉。快递盒丢掉了啊，塑料袋给你丢掉了啊。可以。还有这个08年 NBA 詹姆斯亲民球衣，我就收下了啊。收下了啊！你是收纳不是笑纳啊！我跟你说啊，放回去。干什么了？真的是。那你这里不用搞卫生，蛮干净的。主要搞的不是这里，哪里脏了？哎，洗手间。哦，洗手间是吧？对。你带我去看一眼。你看吧。你看，你这个洗手池平时不怎么打理，对，比较脏，这个水渍对不对？常年累积下来的。你平时怎么搞的？我平时拿抹布擦不干净。你看，为什么说人是这个灵长类的动物？哦，你这个办法行不通，你可以换个办法嘛。换一个，对不对？带了很多的小工具。你看这块比较脏，对不对？可以展现我们人类的智慧。智慧在哪里呢？智慧啊！用口水擦呀！我看这个屋子顽不顽强？这本来没那么顽强的，晓得吧？你不要着急，你又有小秘方嘛？你是不要着急嘛？啊，一勺洗洁精，小米醋，小苏打，塔 Q 是什么东西了啊？调酒来了，在这里啊，往里面加什么龙舌兰了啊？你懂什么了？高浓度的酒精可以做到除污去垢的效果。哦，只要这个比例调得对，就搞得干净，晓得不？还是喝了来，在这里啊。我是看这个搞卫生的，你不要着急嘛，你先把它撒上去，溶解个3到5秒左右，起泡泡了。你等它起泡泡的时候，拿出我们的抹布这么一擦，哎呦，是吧？干净了，是不是水渍不见了？不见了，那水龙头也不见了。那为什么呢？啊，你把我水龙头溶解掉了是吧？在这里啊，你就说搞得干不干净？干净还是干净，晓得吧？哦，还有这个马桶要搞。你看这个马桶就很难搞干净了。对，清水、洗洁精很难搞得掉，搞不干净，也是常年累积的啊。你们一般拿什么搞呢？你家里有可乐没有？哦，可乐好搞，可乐好喝。让你说呀，我不知道可乐好喝，几十年的老品牌。你懂什么了？啊，用可乐洗完会留下一股淡淡的柠檬清香。专业，洗自己身上啊？谁要闻你身上的淡淡柠檬清香了，大哥呀？我不是想冲厕所哦，冲厕所哦。真的是，你自己试下看有没有效果嘛？对，还真是干净了啊，是吧？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看见没？还是这不错。哎呦，干嘛鬼上身啊？你在这里啊？哦，不好意思，帅哥，怎么了？我肚子有点痛。哦，肚子痛啊？有一点点。哦，那怎么不会肚子痛呢？那洗洁精加龙舌兰能喝不了，大哥呀？肚子痛，来上厕所，快！哎，谢谢，我晓得你是好人嘞。但是我们公司有明文规定，什么不能在顾客的卫生间里面上厕所，还蛮有原则。你的卧室在哪里啊？你准备干什么呀？你把我叫你当什么啊？没有，我是说我可以先忍一忍，等先弄完以后我再上厕所。我是有这个时效的。可以。卧室带我去看一眼。这边，这个是卧室是吧？对。蛮脏啊，真的不能上厕所？真的不可以上厕所啊！哦，那我就开始搞工作了啊！都收掉是吧？都收掉。这个是你跟你女朋友的照片不？不，前女友。哦，不好意思啊。没事，我没有想到你是喊我过来啊？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他的这些闲置物品。哦，上转转不？上什么转了，在这里啊？又不是差钱在这里啊？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回忆。我明白，我懂了。谈恋爱了，对，每个人都有自己忘不了的蓝月亮了，白月光啊。有病啊你啊！我买那么多洗衣液干什么了？
就是我理解了，那这个照片我就看了丢掉。你不会舍不得吧？那个那丢掉。哎呦！我就晓得你没有忘记他，我就晓得你的心里都是他，我就晓得你的心里压根就没有我。我心里肯定没有你，晓得吧？我才认识你多久了，心里有你？不是我，这个照片哦，我懂，就是想留不想留了。你告诉你个好办法，什么？电视剧看过没有？看过。拿把剪刀给我，小妙招啊！哦，对，这是给你剪了个刘海。修什么刘海了，在这里啊？神经病啊，你这！不应该把人剪开吗？他是把人剪开了啊！对，太急了，来留一半啊！把脑袋跟身体剪开有什么用啦？照片没用了，丢了啊！那就好了，就是清除回忆了啊！对，跟他有关的都不要是吧？不要了。这个手表是他送我的，那我就拿走了啊！拿走干什么啊？又在这里笑纳是吧？在这里啊！你放过去这个手表，你自己说要断舍离。手表我喜欢，我也喜欢了。你喜欢有什么用了啊？你喜欢是我的东西的。好了，这个不要了。你还买得起钻戒啊？你这个钻戒是当时准备求婚，我晓得。然后后面吵架，牌子货啊，对，限量款的啊，是，一个人只能订10次。我搞批发呀，我在这里啊，我婚姻生活蛮不幸福的，知道吧？每个人只能订1枚的，知道吧？放那。这个你都不能拿走是吧？不动了。帅哥，你要这么搞，我就不想搞卫生了。这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不是我的问题嘛？你这房子早就搞得再干净，你也不会开心。你那属于是心脏。我心脏啊！你这是你这自己心里那个情绪没有处理好，你找搞保洁的有什么用呢？不是跟你说，你这种情况我真的是见的太多了。见得多吗？你头2天我也见到一个，也是说什么情侣要分手的，上午说把东西搬走，晚上又给他搬回来，2个人和好了，好麻烦。还有头一天说什么把东西烧掉，结果下午跟他去买了个一模一样的也搬回来了，也是和好了。还有什么分手要跟我谈恋爱的？那凭什么呢啊？你魅力蛮大呀，跟你谈恋爱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种情况找我没有用，你不如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你去找他去算了。我怎么找他嘛？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已经删完了，这个人已经从我的世界里面消失了，知道吧？话不要说的那么绝对，别给自己留遗憾。你要不开门看看门口站的是谁呢？别搞了，你这人生只有一次。谁？张绍刚。张绍刚是哪位了？哎呦，你神经吧啊！你放个主持人放我家门口干什么了？你啊！我把喊他过来。哎呀，我的意思，好晓得了，你肯定是有话要对他说。我肯定有话对他讲啊！你要说就说出来嘛。我对谁人都不在这里啊！你要不对我说呢？我怎么带入得进去了？你去想一想，我也是为了你好，你对我都说不出口，你倒是对他，你怎么办呢？我肯定对你说不出口，你这个你这个，你进得蛮快的，在这里啊。我知道我们2个肯定是存在一点的问题，就是我当时不知道吵架以后你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了，我不晓得是这个结局，知道吧？你有什么想说的没有？我真的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没关系啊，好像跳楼机。你是单纯的想唱 K 不了，在这里。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你说的很好，但我觉得分开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你可不可以放过我，让我离开这里？但是我就是有一个，我想离开之前拿过一些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你目的蛮明确的，在这里啊。我不是，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我爱你那么深沉，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那是我的青春，那是我的回忆，我不想把它留在这个房子里。我把它你把表拿走，把表拿走吧。拿走。哎呀，那个钻戒不可以啊。我知道那是给我买的，那是量身定做，那是我的指纹，我不想它出现在别的女人手上。你把它给拿走。哎呀，那个08年的詹姆斯还记得呀？你还你要的蛮多在这里。对不起，我可能控制不了我自己。没关系，我不想让看到我狼狈的样子。没事，你抓过去，别看我狼狈的样子。可以看，没关系嘛。哎呀，不要在这里上厕所呀！哎呀。
冠军出品，没有办法，第三强。来，各位现场的朋友，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漫才兄弟。就是我为什么会出现呢？哇，你那个是最炸的梗，我能乐半年那块儿。就是我觉得把你放进去还蛮搞笑的。都是他的单人发言啊，跟张老师跟我没有关系啊，是不是？哎，我一直在盼着那能出现个什么，因为前面他们一直在回忆，我在回忆他之前前面应该出现过什么人物，他也许会反这个梗，结果正好让我看过，是绝对想不到的，太有意思了那块儿。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对，剪刘海那块我拍的啊，没事剪刘海干嘛？你是剪刘海那块拍的？我是说到张绍刚老师的时候拍的，那个也很飞。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春春最后拍？我觉得他们的表演我一定会拍，早晚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啊，所以我就是干脆看完再拍。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春晚。是，然后我在台侧看他们表演，我就猫在那儿看啊，然后特别开心。后来我记得我有跟你们说话，有，怎么回事？对，我发现他的所有行动线里面都没有我嘞，没有嘞，都没有出现过，没有，我们一起的出来，然后李宇春老师说特别喜欢我，李宇春老师说特别喜欢我，喜欢我，好，可以。我们那个节目，然后我说我特别喜欢您的我的心里这样那么觉得。从节目结束到现在这1年的时间，重新又回到这个舞台上，你们现在身上其实负担比去年重，因为去年是完全的轻装上阵，但是今年呢，首先背负着上了春晚，其次呢又是去年的冠军，所以你们今年为什么仍然选择继续来重新赛？这尾带也要我来的。我觉得就是可能我还是有点事情没做完，就想过来再玩一玩，类似这种东西。就是可能因为第1年嘛，就可能大家还不是那么认识我们，不是那么认可我们。对，认可我们，我就想了，还是来这里也可以跟老师们一起玩啊。其实我是你们的铁杆粉丝，所以刚开始说实话，头2、3分钟。我有一点害怕，啊，怕啥？就是头2、3分钟不够精神病。我说上一届冠军不会这次首秀也砸了吧？我就很害怕。后来你们彻底发作了以后，我就放心了。我是他们俩特别忠实的粉丝，所以我在小红书上关注他们，然后他们所有的视频我基本都刷了，所以小红书不断的给我推他们俩。我其实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脱口秀的那种流量偶像式的明星，他们是具备这样的能力，而且他们也很年轻，而且形象特别可爱。我们俩，别人说什么露出姨母般的微笑，我特别明白，就每次我看他们俩，我就会露出那个所谓姨母般的微笑。控制不了。现在他们已经是上半场的最后一组选手，仍然能够用这种方法炸场。再次把掌声献给所有的观众以及漫才兄弟。厉害！也请小雪回到舞台。我们先来看一下，校团给出来的票数差其实不多，现场观众最后给出的票数是好厉害！祝贺漫才兄弟进入晋级区。290票，咱俩加起来300票。
我能感受到他们作为冠军在这个台上的压力，他们作为冠军在这个台上被关注着的包袱。所以说这些他们是扛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台上去进行一个表演，然后他们完成的非常出色。20多岁的年纪啊，让人汗颜。因为我坐在小王老师跟罗总浩老师中间，我感觉到他们在捏把汗，一段一段的进来之后，就是有意思。他们那种才华是不是努力能得到的？他们是一种就是迸发出来，我就会这么想，为他们而开心。脱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第1赛段轻轻交手赛的上半场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美团闪购神速晋级快人一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场的晋级名单。再次恭喜目前全部晋级的演员，希望观众朋友通过他们的表演，也可以找到自己和生活交手的方式。想来现场体验线下脱口秀演出的快乐吗？各位，超多的演出等您来看。第1轮颇友全国巡演即将开始，关注你喜爱的演员，并许愿想看的城市，朋友们就有可能来到你的身边。比赛仍然在继续，下周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更多的精彩就在脱口秀的舞台。感谢各位，下周见。我叫何广智，中间那个字儿就是我的辈分，村里面都这么叫，就是何广什么什么。秋瑞这个名字是我爸妈给我起的，取一个瑞雪兆丰年的寓意。帕兹利亚是我的名字，帕兹利亚在维语里面应该就是品德高尚，有点类似于46是维吾德心里面那个德行的意思。这个名字是我妈妈给我取的，她的意思就是小利益、小顺利就可以了。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就会在我的书本上填我的名字之后，后面写一句解释：胜利的小王子。因为当时我们村出了一个全国首富，叫孟若川。我爸朴实的想法就是要有钱，是我爸爸给我取的。他比较喜欢马，他希望我像马一样健壮。那我现在只有一张马脸。第3个是恒，就是希望我持之以恒的读书嘛，所以我就高2辍学了。啊，我爸是觉得冰嘛，化开变成水，滋润万物，说的特别唯美。我姥爷想叫我吕六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都如意，太难听了。我爸紧急给我换了一个这名字。相对好被记住，超级帅气的姜华老师饰演的那个主角叫文浩，哥哥病的名字叫姜文浩。后期发现这个文浩太坏了，哥哥本来是个大坏蛋。是挺行为艺术啊，这个。当时就想着起一个幽默一点的艺名，哈哈操，这样至少你念我名字的时候你会笑一次。我叫 Seven 是因为我的姓氏啊，我姓戚，戚薇的戚 ，Seven 戚。本名就是于东霞，多余的余，东方大侠的东霞，小鱼就谐个音嘛，就小鱼了。大学的时候和我的好朋友嘛，他晚上很喜欢说亲爱的亲爱的，然后我那个朋友是福建人，叫快了之后就变成菜的菜的，最后又变成了菜菜。就是大学的时候我还挺喜欢王大锤的，就天天用他那个表情包，然后朋友就给我取了一个就王大刀，锤子和刀嘛，一些好东西。艾斯是海贼王里的一个角色，最开始其实是随便起的，但后来发现他跟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嘛，我们都特别热爱自由。韩大狗呢是猫和老鼠里面那只狗，他们在中文互联网上叫它韩大狗，而我体型又长得像猫和老鼠里面那只狗，所以就叫韩大狗。我一直也挺喜欢的球星叫贾森基德 ，KIDD。经常有朋友说，你取这个名字是希望你自己能在舞台上童言无忌，是不是？我说啊，对，就是这样，这个名字是我自己脑补的一个小说里面的女主角，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一些菜粉碟什么的飞来飞去，我就觉得他们特别自由。
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叫《风云雄霸天下》，它里面有一个影视剧的角色叫步惊云。在少女时代就很想找一个这么帅气又专一又武功高强又能保护自己的一个老公的角色。我现在慢慢觉得，其实你找一个厉害的能保护你的人，还不如自己变成一个厉害的。这个是刚进消防队的时候，有个战友他可能想家，他说我长得像他大爷家二哥，然后他就叫我二哥。刚进队里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自己什么大名，就跟着叫。好多人都说农村可以飞出金凤凰嘛，可能我比较笨一点，我是一只笨大鹅，但是我也有翅膀，飞得远不远不知道，起码可以扑腾2下吧，所以我叫大鹅。我从25岁就被叫韦大爷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在电台听我的声音，觉得这个声音感觉像一个40、50岁的大爷。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韦大爷。我喜欢这个名字啊。小时候这个名字你平平无奇，你岁数越大，这个名字越显你年轻。随便取的，潦草，就是名字不重要，喜剧者重要是开始。你管我叫徐志胜也可以，如果能拥有他的一切的话，是，反正都徐家。你叫我叫周杰伦也可以，我也觉得可以。这周，我人生的过往也好，未来也好，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要堂堂正正的做这个事儿。我就想，我做的所有的一切决定都是何广智在做这个事儿。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快乐不止一点点的下一代购物方式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守护宝宝闪耀成长的 A2 紫药 HMO 婴幼儿奶粉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就要吃乐事，分享美味，快乐加倍，感谢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第2季第1赛段。本赛段一共有42个晋级名额，目前已经完成了15队的1v1的 PK。节目又开始了，脱口秀的夏天来了。我坐在路边，浑身都是血。妈耶，我好有破碎感哦！我10岁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世界烂透了，豪门会没落，穷门永存。本来还想着拿金鸡奖呢，结果就拿了个脱口秀继续奖。有人10万出爱马仕，也有人加50收呼啦门票。哎呀，亏他还是脱口秀演员呢，不离婚就算了，他还要生孩子。千万别生了，真的，生不如死。我死行不行？要不是因为禽流感疫情，养鸡王子不可能在这儿取悦你们这些老百姓。脱口秀改变天了。欢迎大家来到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第2季。第一次录小慧是全体女演员的阵容。上桌了耶！所以你们来都是交朋友的是吧？就你来比赛的对吧？赛前我一头就是妆造。小丽姐看春春眼神都拉丝了，都。难怪要搞传单。大刀，你不知道你在台上赢的时候，你有一位朋友在关键间已经疯了。非常激动，替你开心。你有没有感觉到女演员们会互相给力量？我看了大刀之后，我就获得了一些力量。真好。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游戏，朋友们眼里的标签。我自己吧，1个字：渣、爱、狠、慢、最闷。没有，不对。那姐就没好话了。傻呆木智、愚蠢，这么恨吗？你可猜出来了，可以啊！今天真的是聊得太开心了，希望舞台上有越来越多稀奇古怪的女演员。
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守护宝宝闪耀成长的 A2 紫药 HMO 婴幼儿奶粉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每周5、周6中午12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衍生节目《朋友们的脱口秀》每周1、12点更新，加更版周2、12点更新，加更衍生 SVIP 抢先看1天，还有超多幕后视频不定期掉落，记得准时追更哦。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新浪新闻、腾讯新闻、腾讯娱乐、丽丽城传媒、红板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谁都拦不住我，都我自己玩。给我一个木马，我就开始旋转；给我一个主角，我就开始撒欢。给我一顿臭马，劈头有概念。哎，我反弹。我反弹，天生就是自来嗨，原因留给别人猜，管他该来不该来，心不在就不该打不败。颜色我偏不看，给包鲜艳。